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大外甥啊，叫杜乐，杜乐好。这个是大爷爷，大爷爷好，这是小姑婆，小姑婆好，小姑婆。这个是叫二姑爷爷，二姑爷爷好，二姑爷爷好。这个好甜哦！不抽，小孩子。哎呀，应该是大宝的外孙。外孙女是真的。哇，都乐高3呢，现在学习多紧张，我就说不要来，不要来。这会儿他也不姓刘，哎，你爸说，外孙也是家孙的，一定要出席了，还出席。叔，哎呀，今天啊，我必须好好的敬你一杯。哎呀，我叔叔太厉害了啊！刘氏祠堂富贵双至，10大教授的母宝啊，厉害呀！哎，那外面求都求不着，没有我叔叔，我们刘家啊，怎么能这么有文化？我亲家写的，真的？我把他拿过来的。添满了啊！我添满，敬叔叔一杯。哟，慢点。大家喝。我干了啊！干你随意啊！干！少喝一点来。这一点点。婶婶听我的，纯粮食酒，这个酒喝对叔叔身体好。我刚干了一杯。没得事。你放心好了。婶婶关心你。喝酒啊，喝酒。不有数啊。你看啊，现在这个后山正在修公墓。公墓？叔叔你看，天地公墓。在天之灵，在地之行，天地公墓，人生归宿。你看不错，是吧？我就说啊，来。你们看看这个，来，你们看看，天地公墓，就在后面后山那一块。刘总啊，你还看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来，你看，丽娜，你们看看。在天之灵，在地之行，天地公墓，人生归宿。你看这个地方的经理呢，是我小学同学。现在那个小爷爷呢，眼看就要驾鹤西游了。是。我建议啊，他挺好啊。我建议我们刘氏家族，咱们一起买，咱们搞个团购，争取一个好位置、好价格。将来以后过年吃年夜饭、打麻将，那多方便呀！对啊，我们老刘家的都埋在一起，阴间阳间一狗样。叔叔，你的意见？多少钱啊？老家嘛，那肯定是便宜的嘞，双学8万8。多少钱？8万8。比我们南京市还贵嘞。8万8。比两地的还贵呀。婶，我说的是那个后山那个黄泉路那个主要的那个墓地，那个位置8万8，便宜的也有啊，2、3万的也有啊。我就不想，老家的项目怎么这样多嘞？一会儿修祠堂挂匾嘞，一会儿买墓地嘞。对了，还有什么项目啊？就是对，村口的路要不要修一修嘞？婶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呢都是为刘家好，我们把祠堂修起来，注重好风水就好，风水一好，我们这个儿女们我们就能享福了。你先把子孙安排好了呀，对吧？对，我家多乐今年考大学，问问刘家的祖宗们能不能有门路来。讲的你看，高兴了。你很超市嘛，你还过来拍啊？来妈。喝酒。我跟你讲，刘东啊，各位长辈啊，你看你们家啊，银行的 T 恤，你这儿呢红白喜事的充电宝，
哎，我关系很硬嘞。这个墓地是不是你的买卖啊，侄子？嗯。他说的是真的。叔叔，婶婶，你不好这样讲啊！来，不要在这里再讲下去了。那我在哪讲？有事情回家讲。为什么回家讲？你不看看场合？有什么场合嘞？我有些话我就得在这讲清楚了，不讲清楚怎样？你回去又跟亲家借钱啊？啊？你们说什么去了？妈，不是我们讲，我为什么不要讲？这个是人生大事。哎，人生大事就是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这个墓地啊，这个墓地我是坚决不会买的啊！你要买，你自己买，我是到别处去买来。婶婶，哎，干嘛妈？干嘛？我不跟他们讲话了。手机。这话讲的太浪漫。是，怎么可能不一起买呢？我太凉快嘞。哎呦妈，你去死了，简直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简直气死我了！不要起来。我跟你讲，我嫁到老刘家，我就倒8辈子霉了。哎，简直了！哎，不说别的，就是那次咱们家在南京买房啊，短了3万块钱，我跟你爸爸讲，到老家去借一下了。哎，你爸爸走了1个星期，借回来了8000块钱。就这个又写欠条啊，又摁手印，就怕我们赖账了，对吧？好啊。结果1个月以后，刘东大脑炎嘞，来跟咱们要这8000块钱，我又添了2000块钱，哎，1万块钱还回去了。好嘛，哎，现在刘东的脑子长好了，对吧？他一会儿，哎，修祠堂挂匾2万块钱，一会儿买墓地8万8，哎。1个月稀稀疏疏就拿走我10几万啊！啊，我的天，10几万呢！我们个小老百姓攒这10几万，牙缝里攒出来，我们容易吗？好了妈，你机关枪啊，打半天了，你歇歇来。我去，外婆，你喝点水啊。哎，你看看哦，谢谢大孙子，你看看多乐多乖，能够照顾到我吧，也懂事也灵光，哎。非要让我们孩子抽烟，这不毒害青少年吗？那没抽嘛。是啊，他敢让我们抽，哎，他你说好意思吗？叫我们刘多乐，我们姓沈多乐，好吧？多乐身上也流着老刘家的血呢，好吧？就是这点 DNA 呀，多乐成绩才上不来的呀。哎，不是，外婆讲的对不对？外婆，我们以和为贵。你看，以和为贵啊！行了，是我歇歇吧。你不累呀？我怎么不累啊？气死了，让他们都要。不讲了，喝口水啊。哎，妈。琳娜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快来啊！挂匾仪式要开始了。你想听到了吧？走吧。哎呦，给我爸点面子啊！哎，我不姓刘，他们挂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去的。是吧？你看婶子看看。不等了，好了。计时已到，揭牌仪式正式开始。太阳出来，暖洋洋，揭开红绸，迎吉祥，天赐红云当头来，栋梁高起，万事昌。刘氏子孙行礼，1鞠躬，2鞠躬，3鞠躬，礼成。继续打，继续打，快点，快点！
好好好好，看周围，微微笑，有2颗牙，4颗，8个8个。也对也对，赶紧拍，不然以后我牙都没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刚刚一转头的时候，非常酷，我都以为是许文强呢。要是再有点肌肉，就更好了。爱国，你看，爷爷潮爆了。哇哦，这不是像那个上海滩许文强呀？啊，许文强简单，就1顶帽子，1个围巾就行了。你要是喜欢，我也给你搞一头。哎呀，有本事的男人，人也不挂匾，也不修祠堂，人也不拜祖宗，有本事就是有本事嘞。哎，你们刘家老祖宗对儿女心重的话，能不能把你的退休工资给涨一涨？啊？合同上说了，毕加伦工资呢，这个月1号就应该到。钱呢？大哥，你再催催行吗？哎，你催催，不是你看看到底卡在哪个环节了？催了好几次了。他们借口说是刚换的银行账号在走流程。我猜啊，就是因为咱们3期的临床结果还没出，使得现在没有信心。不是，那药物研发又不是炒菜，那下锅了好吃赖谁都能吃啊。那临床不是必须严谨、必须客观，这是着急的事儿吗？甲方不管这些，他只看结果。钱呢？你给我钱，我给你结果；你不给我钱，我怎么给你结果呀？那要不你再催催那个艾斯里行吗？毕竟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。岳峰，艾斯已经很帮我们了，我们不能一再的给帮我们的人施加压力。他最近休假了。他爸刚查出来，肺癌晚期。多少年没有握过爸爸的手了。小伙子，是吧？哎，我想问问您，这健身这事儿啊，他多大岁数就不能健？他没有年龄限制，多大都可以。我70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啊，那要是想，就是再长一点肌肉，对，明白了。我们这里瑜伽、力量都有的，您请坐。啊。我给您详细介绍一下。哎，好。我们的设计啊，力求简洁大气，以这个经典的校服的配色，墨绿色、白色、蓝色为主色调。作为一个母亲啊，我非常看重校服的实用性，因为孩子天天都要穿嘛，所以主打一个舒适。领口这里呢，我们把它做高，刮风的时候可以拉起来，平常放下来是翻领，也很美观。口袋这里我们都加上拉链。学生证啊、饭卡呀，放在里面不会丢。袖子这里我们换成了深色耐磨的面料，同样，在裤脚这里
我们也加了可以收缩的束口，体育课、下雨天都可以把裤脚收起来，更加方便利索。我们更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，突出年轻人特有的这个精神气儿，一动一静，优雅飞扬。谢谢大家。我刚上去讲 PPT 的时候，真的很紧张，然后就越来越放松。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。当然了，姐，我就说你能行。我坐在下面看的时候，这表现的太潇洒。真没想到，我第一次当设计师，哎，竟然全票通过。开门红，以后一定会越来越顺的。姐，你的手破了，这正好有个药店，你去哪儿找个店？我都没注意到，可能是讲 PPT 的时候撞到黑板了。等我一下，很快。哎。你好，然后一个手机。喜乐会老年健康投资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其实真的不用，就这么点小伤。小伤口也要重视。你真细心啊，连棉签都买了。像我们运动员啊，平常经常磕磕碰碰的，我都成半个大夫。哎，哎，小白，这个喜乐会是干什么的？这是我们公司主推的一个投资项目，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休闲的生活馆。哦，那还挺有意思的哈。姐，你知道吗？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有2.2亿，所以为他们提供服务，绝对的蓝海。那投资回报率怎么样啊？回报率在10%。10%这么高呢？那不错呀。可惜我们家的钱都让我老公投到他们公司去了。没事，姐，等以后再有好项目，我跟你说。行。哎，那这个我拿回去看看啊。没问题。走。喂，沈清。艾子，方便说话吗？方便，我正在医院排队，现在没事儿。叔叔怎么样啊？坏消息是，已经转移了，没有机会手术。好消息呢，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有合适的靶向药。我爸爸目前心态还挺好的，他说，只要看到我结婚，就活够本了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你找我是毕加伦的事儿吧？公司现在对这笔放款还存在一点分歧，我正在安排会议，让你们跟投资部的老大面对面沟通。你放心，我一直在努力。哎呀，艾子，都这种时候了，我
该感谢了。没关系，你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。沈清，幸亏有把香药，我爸爸才有希望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今天我设计的校服过会了，全票通过啊，明天就可以下场啦。我这万里长征啊，终于迈出了第一步。我当初说去你们公司，你还看不上我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要是哪天你们公司黄了，没准你还得靠我养。我们公司黄了，你这话说的？大实话呀。哎，对了。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理财项目，我觉得挺靠谱的，你看看。哪个朋友啊？就是那白经理吧？怎么一提小白你就这态度啊？哦，人家对我好，你就觉得人家有目的？我就只配跟傻瓜当朋友啊？我是想提醒你，投资需谨慎，凡事得动动脑子。你有脑子，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到公司去了。我看到时候能拿回来多少？我那是跟你商量过，你同意的。那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你什么态度啊？好，你跟我商量。哎，先不说这个项目，我就问你，咱家现在有现钱吗？现钱都让你拿去了，家里什么事儿不都先紧着你吗？没钱商量什么呀？还有你刚才说那个校服的事儿，我得提醒你一下，你那个校服真的跟多乐他们那校服太像了。这万一人家学校的人看见怎么办啊？我发现了，你就是个泼冷水专家。我不是帮你规避风险呐。看上去是很像，可是细节大有乾坤，你没看见吗？我下了多少心思呢？就说胳膊上那口袋吧，那个拉链，我设计了多少次才设计出来的。你说的这个做服装的事儿啊，我不懂。但是我们做药是有版权的，如果要是出问题，那都是大问题。喂，张校长。哎，刘总啊，我们学校的老师发现啊，你的设计跟安生学校的校服有点相似啊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其实看上去好像相似，但其实很多细节我都是做了修改的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两个学校要是碰见了，我们可是不比细节啊，看的都是第一眼。所以说，不管是巧合还是借鉴，这种事情都不能发生。另外呢，我们书记也说了，我们学校的校史你还没有吃透，所以还是麻烦刘总啊，能够再修改一下设计图，一定要突出我们学校的特色。明白明白，我马上就着手修改。时间很紧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来得及啊！我全力以赴。行，那就这样啊，再见。哎，好。怎么了？沈总，被你说中了，风险来了。还气呀？气这么多天还没气够啊？人活一辈子，他图什么？归宿是什么？不就是图落叶归根，入土为安嘛？全家人100年之后还在一起，多好！就你们一家子人，我活着都不想跟他们在一起，就更别说死了。记得我刚生丽娜吧，包括你爸你妈，哇，一看是个女孩子，哎，那脸拉得老长，给我送饭嘛，就端了一碗菜泡饭，哟，还是冷的。菜泡饭你讲了一辈子了，那饭是我端给你的，骨头汤熬了2个多小时，明明是温的。再讲了，这是装菜的时候又不知道是剩男是剩女啊。冷的嘛，明明就是冷的嘛。
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比你妈的脸还冷嘞！真是的，你不说别的，那年那个丽娜4个月吧，回你们家过年，哎，你妈也不管我带不带孩子来，让我去做全家人的饭。我记得当时是炒了20几个菜吧，炒完了，我上桌一看，一个肉菜都没嘞啊！我当时在喂奶，啊，就不要提你家这些人了。我跟你们这一家子人，我看不上，我就恨不得离他们远远的8丈远嘞，我还跟他们埋在隔壁。哎呀！夫妻有分居的，没有买两头的，这不相当于离婚吗？哦，这个祠堂刮匾的时候，人家是全家人齐聚一堂，你倒好，拔腿就跑，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块，老祖宗都看见了，多丢人呐！你那么要脸的话啊，你应该跟老祖宗说，你说这钱从哪儿来的？哎，你是从亲家女儿那儿借来的，我还的嘞，我钱都掏了，最后我还得赔债，我去。这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边吗？结婚40多年，我自己工资卡账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哎，我什么都听你的呀，就一点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？你不是自己还讲吗？你跟这个朋友来讲，你讲你生病的时候就图老刘照顾。哎呦我那是跟闺蜜聊天哎，刘德宝哎，你让我怎么讲啊？我图你有权有势，我还是图你长得浓眉大眼，那我都图不上的话，我只能图你。哎，我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了，你嫌你没有本事吗？那怎么办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凑了2万块钱就不想当我们刘家的媳妇了？这不相当于买断吗？对，2万块钱买断就买断，8万8，绝对不可能，打死也不可能。你此的就不依你了。我是户主，我说了算。哎，你讲什么嘞？还刘德宝，你咒我死嘞！我气死我嘞！我们知道师德现在有顾虑，所以这次汇报呢，我们增加了市场模拟反馈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。谢谢沈总理解我们的顾虑。我们都知道，临床环节不能强求，但投资人对于我们基金的要求又很高，所以下款的流程就相对繁琐。这个我们已经尽力在沟通了。焦总是这样啊，就是我们真的非常的着急，如果款不到呢，我们临床就会卡在这儿。一旦卡在这儿，之前所有的投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明白。可是这3期延长到24周，投入巨大，到现在还是看不到结果，最终导致无法上市，这是事实吧？那投资款到位了，我们的试验才能继续，M701才能尽快上市啊。我们就是想知道，如果真到了24周，依然拿不到理想的数据，怎么办？我们做风险投资的，始终要直面风险。既然已经签了合同，也做过评估，那肯定是认可瑞智峰的。对。我最近在陪我爸爸看病，我非常清楚耐药的病人对新药的研发有多么渴望，多么期盼。这不仅是一个大市场，这是救命造福的事情。M701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，就差临门一脚。作为投资方，我认为我们应该为瑞智峰加把劲，尽快把款项付出去，大家承担各自的风险，所有人在最后努力拼一把。喂，于厂长。小刘，今天校服可以开工了吧？面料已经到期了啊，布料也都到了。哎，于厂长啊，那个设计稿啊出了点问题，可能你还得再等我2天。哦，那你尽快啊，不然20号我可交不出货的。
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。嗯。哎呦，妈，你干什么啊？啊，不过啦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刘德宝，你把女儿叫来了，你把她叫来干嘛？啊，你不知道女儿忙吗？爸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妈妈要跟我离婚。啊？房产共同所有，100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。存款共同所有，100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。对。妈，你这是离婚协议啊，还是遗嘱啊？就是我防止死后让你爸给我拉到老家里去埋。这不是瞎搞啊！我怎么是瞎搞？哎，我就是趁我活着把身后的事情解决掉。我好容易从徐州来到了南京，住进了新街口。我死我也得死在南京城啊！我凭什么让你拉到你们山沟里给埋了呀？你又不是个正宗南京人，一个半吊子，搞得那么盛情。哎，我怎么不是南京人？你打开户口本看一看来。哎，孙宝琴，南京市秦淮区汇源里耶。哦，跟我搞对象的时候，图我的户口迁到了南京市。结婚图我是南京户口，好，我死了，给我埋到你们山沟里去，赶紧划清界限啊，把这个签了，赶快签了。不可能签的。你不签？那好，我给你个忠告，你们老家的墓地你是坚决不能买的。还有，你跟这刘东划清界限，赶紧的把他这个拉黑啊，不要再来往了，啊！还有啊，刘丽娜，回家去跟你们沈家上下打好招呼的，钱啊看好，不要再借给你爸爸，再借的话，放心吧，我不再会替他还了。哎呦，妈，你少说2句啦。陈宝琴，你有病啊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是我有病啊，还是你有病啊？啊，是谁呀？是谁跟丽娜小姑子借了2万块钱啊？哎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爸疯了，他摔门给谁看啊？啊，他这要造反啊！好了，啊，刘丽娜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打死我也不能埋到你爸爸老家去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就你婆婆那个墓园啊，有壁葬，啊，到时候你给我买一个那个，没有多少钱，8万块钱嘛，跟老家差不多的，对吧？我到时候跟你婆婆作伴儿，啊，到时候你们上坟呢也方便。哎呦妈，上坟没有图方便的啊！再说了，壁葬就是一个小格子啊。我知道的呀，就是楼房嘛，对吧？我们几个老姐妹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大家一起买。啊，你看到那时候多热闹啊！你们有时间呢，就来烧烧纸啊，拜一拜；没时间无所谓的。那个彭玉兰的那个小孙子啊，我也挺喜欢的。他来给他奶奶磕头的时候，我也跟着沾光。到时候清明节，哇！这底下摆一大溜鲜花，哇，人气好浓啊！妈，那你要是避葬的话，你不管我爸啦？我就得看你爸爸脑子转得过来弯，转不过来弯。他想通了呢，你在旁边给他留一个位置，让他跟我一起住楼房。爸。等个这，我这枪，窗台啊。没得事，没得事，没得事。过来坐。哎呀，爸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非要100年之后回老家？那清明节我们还要跑回去。南京不是蛮好的吗？我们看你们也方便。哎呀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清明的时候多烧几张纸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活的时候没有给你们帮上什么忙，死了之后还要拖累你们。爸，你这个说的什么话啊？丽娜，你爸爸我没得出息，到南京等了45年，哎，
一个钳工做到头，混到退休，好不容易评上一个高考。哎呀，可是养了个女儿，有出息，大学毕业，现在又自己开公司创业，会越来越好，我就放心。我呢，就想回到老家去，毕竟啊，根在老家。年轻的时候不晓得，越老越觉得应该回去，回到根里去，这样呢就踏实。再说了啊，这个把墓地埋在老家便宜，我跟你妈妈2个人，哎，8万8够了。南京的地太贵了，不值当了。将来我们的房子和钱啊都留给你们，多了不是还要念书吗？要花大钱的。你现在活蹦乱跳的，讲那些干什么？现在人都长寿，你跟我妈离死还远了呢。再说了，真要到了那一天，你要还是想回老家，那你就立个遗嘱，死者为大案，我妈也不会不同意。这现在不是这个流动，他想可以组团买吗？打折呀！哎呀，你不要听流动的。你还记得小时候流动骗我那钱？啊，说是给我买什么酒心巧克力，后来呢，钱也没得了，人也没得了，巧克力也没得捡住。我哭的哟。大妈还唬到他，说流动不是故意的。所以说啊，哎呀，不要管什么团购不团购的，到时候我们直接回老家买最好。倒也是个办法啊。就是，你把手机拿过来。怎么事啊？我给你打1万块钱啊。给我打钱做什么？我又用不到钱的。不，你不要跟我打，你给我打了，你妈马上发现，他又……哎，我帮你放到这个，你看啊，这个理财包里的，还是他。哎，我妈不懂的，知道？我也不懂的呀。你就是用的时候，哎，你把它转出来就行了。你不是这个神剑不是还要用钱什么的吗？你们的日子也不宽裕啊！哎呀，不差这一点，我赚的，给我爸花，我高兴啊！丫头，我能挣哦，你就花。没得事呢，你就找鱼友一起到农家乐吃吃饭，不用一天到晚想到什么身后事，活到多好啊！字体也可以再调一调，是吧？哎，姐，你先接着弄啊。哎，坐，姐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姐？这么急着啊？有事儿？别提了，昨天晚上张校长给我打电话，说校服跟安生学校的太像了，要改设计。那我搞不定了，我只能帮他再找专业的设计师了。不是，他们就付这么点钱，还这么挑剔啊？那现在也没时间跟他们掰扯这个了，工厂等着开工呢，急死了。我必须在2天之内把这个设计稿给他们拿出来。行，那姐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能帮我把那个50万的企业贷提出来吗 ？OK 啊，没问题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别着急，姐。哎呦，来。啊，谢谢啊。客气。哎，姐，现在找一个设计师要这么多钱吗？哎呀，不是，那个，我呢还想帮我爸在老家买个坟。姐，你现在涉及的业务就这么广泛吗？哪儿啊？刚才来的这一路，我就在想啊，你说我爸这辈子真是革命的老黄牛，他就是想100年之后能落叶归根。那我作为女儿，我怎么也得帮他满足这个心愿吧？是，那当然了。就算我妈将来不愿意跟他一起去，那毕竟老家那边亲戚多，他也不会孤单。我明白了，姐。
你是真的孝顺。可是吧，企业贷是作为经营用途，买墓地就不行吗？除非是你自己想建设一个墓地，那可以。哎呀，那我是万万没有这个功力啊！行了，姐，你别愁了，我刚拿了提成，我借你。哎，不，你把卡号给我来。来，这不用，你们年轻人花钱的地方更多，没关系，我再想别的办法吧啊。姐，你不用跟我客气。哎，你说要不然我用这企业贷投喜乐会，然后拿赚的钱再买墓地，这样行不行啊？那当然可以了，你自己的盈利想买什么都可以啊。哎，你听我唱，今天你走1万步了吗？伸伸腿，抖抖手，直起腰 ，Go Go Go， 路就在脚下，为了你的健康，为了关心你的人。今天你走1万步了吗？不怕，生命十足下，运动是最好的良药，一步一步迈向健康。今天你走1万步了吗？信仰的经都看透了吗？今天爱情雨天爱雨，今天要做要吧，随便你。随便你，今天你走1万步了吗？明天的剧都练会了吗？不管怎样的心情来相聚，大比一会快乐走起，啦啦啦，啦啦啦。让我们放下手机，摇晃手臂，大步流星走进春天里。远方无数惊喜，大步流星走去，即刻感受。